众所周知，猴子是与人类基因最相近的灵长类动物。俗话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由此可见，古人对于猴子的印象并不算很好，认为它们是霸道、捣乱的代名词。由于猴子数量的持续减少，人们不得不开始对它们进行保护。但是受到保护的猴子却不断对人们发起攻击。近些年来，峨眉山上的猴子们可以说是臭名昭著，抢夺游客的东西，甚至出手伤人等峨眉山猴子伤人事件的发生，让原本打算前去游玩的游客都放弃了这个想法。甚至网络上的网友都开始对峨眉山猴子进行抨击：为什么全国那么多地方有猴子，却只有峨眉山的猴子令人生厌呢？峨眉山位于我国四川盆地西南部，是著名的五位级景区，这里物种丰富，有许多像猫头鹰、猕猴等珍稀物种，因此每年去峨眉山旅游的游客都络绎不绝。而峨眉山上的猴子原名藏球猴，是中国猕猴属中最大的一种，也是我国特有的亚种。它们一般10只左右就可以组成一个小群落，大的种群可以达到上百只。由于峨眉山是佛教圣地，每年去拜佛的人非常多。作为峨眉山上的原住民，他们不仅不怕人，还经常偷吃寺庙中供奉的水果，而寺庙中的僧人偶尔还会给他们投喂。一开始猴子们还学着僧人的样子拜佛，但是逐渐的这些藏球猴开始动手伤人，情况愈演愈烈。那么猴子频繁攻击人类，为什么没人反击呢？其实以藏有猴的战斗力来说，他们根本不是人类的对手。但是无奈藏球猴是我国的2级保护动物，这个特殊的身份让人们不得不对他们一忍再忍。如果真的失手将其打伤或者打死，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再加上猴子一般都是群居动物，遭到攻击后很可能会招来同伴帮忙。如果说一只藏球猴不是人们的对手，到10几只猴子足以对一名成年男性造成不小的伤害。正是因为人类的保护加上一味的纵容，才让藏球猴越来越变本加厉。但导致藏球猴开始攻击人类的主要原因可不止这2点。在以前，猴子都是以树叶、野果为主要食物，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开始对它们进行投喂，导致这些藏球猴不再主动寻找食物，开始变得懒惰，逐渐依赖于人们的投喂。久而久之，它们饿了以后就去找游客讨要食物，甚至动手抢夺游客的东西。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游客会主动去挑逗猴子。这些游客在见到猴子以后，会主动拿出食物诱惑猴子，并且会扔来扔去让猴子去捡。而猴子的记忆力和学习能力很强，它们也开始模仿人类的动作，对人类进行还击。但是猴子的力道却控制不好，很容易伤到游客。在2015年，还发生过一起恶劣的猴子伤人事件。猴群中的猴王像往常一样带领其他的猴子蹲守在游客上山的道路上寻求食物，但是有一只猴子在争抢食物时，导致一位女游客失足掉下了悬崖，造成了很严重的社会影响。这件事情发生后，管理人员当即决定击毙肇事的猴子。此次事件发生后，峨眉山的管理人员也开始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首先，在猴子数量较多的地方增加了安保数量，时刻提醒游客不要对猴子进行投喂，更不要主动的招惹猴子。一旦出现猴子伤人的现象，管理人员会马上采取措施，隔离猴子与游客。其次，景区还增加了保险服务，游客可以通过购买保险来对自己的财产及人身安全增添一份保障，减少自身的经济损失。除此之外，景区内还设置了缆车和观光车，这样可以减少游客和猴子的接触，在猴子伤人的第一时间也可以给游客提供躲避的地方。尽管景区已经做了很多安全措施，但是依旧无法保证我们100%的安全。如果大家要去峨眉山游玩，也要注意一些问题，避免自己被猴子伤害。我们要与猴子时刻保持距离，不对猴子做出像龇牙、尖叫等可能会让猴子误解的动作，也尽量不要穿颜色过于鲜艳的衣服，也不要佩戴夸张的饰品，避免猴子的抢夺。虽然近些年来猴子伤人事件频繁发生，但是仔细想想，导致这些事件发生的罪魁祸首又何尝不是人类自己呢？对景区的开发本就破坏了猴子的栖息地，猴子与越来越多的人类进行接触，也是它们性格发生巨大变化的主要原因。所以猴子伤人这件事情最重要的地方还是需要人类在开发经济的同时做好对野生动物的保护，这是对野生动物的负责，也是对我们安全的保护。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此你还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欢迎留言评论。